出发，今天的目的地是甘肃武威滨沟河，目标直指祁连山深处的秘境柴尔龙海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天池。今天是一场硬核的挑战，来回20公里的徒步之旅。我将从海拔3000米起步，一路攀升到海拔4000米的天池，垂直攀升1000米，氧气会越来越稀薄，脚步也会越来越沉重。但惊喜总是在路上，睁大眼睛，萌呆的土拨鼠可能会随时出没。抬头看，巨大的冰川从山巅垂下，巍峨的雪山一路相伴，这就是最震撼的徒步背景。每一步都在靠近云端，每一步都为了揭开柴尔龙海神秘的面纱。来回20公里，海拔1000米攀升，冰川、雪山、蒙雾，这一切值不值得？跟我走，答案就在天池之巅。看完了马踏飞燕，我就从武威市区驾车到滨沟河景区。从市区出发，距离47公里，驾车需要1个小时30分。来到已经是傍晚，此时还下着雨，我就在景区的酒店里住宿了一晚。柴尔龙海，明天就徒步到这里。开了一间大床房，看看房间怎么样。230，最靠边的一间。风景应该不错，看一下房间怎么样？非常不错吧？洗手间是干湿分离，刚好在这里呢，还有一张办公桌，是对着外面的景色。哇，非常不错。只是现在呢，开始下雨了，外面呢是有一点雨雾朦胧。这里的房间呢是包含早餐，明天早上7点到9点用餐。刚吃完早餐，现在是早上的8点49，现在坐观光车去徒步的起点。柴尔龙海，刚刚坐观光车过来了，这一段呢是坐了8公里。那么从现在这里出发呢，来回20公里。看一下这里的海拔3006米，刚刚在酒店那里呢，海拔是2500米左右。那么现在呢，要从3000米的地方徒步到天池，那里啊就是海拔4000米。这一路走过来呢，路边呢是有很多土拨鼠。刚刚景区的工作人员呢跟我讲，这里的土拨鼠已经多到跟峨眉山的猴子一样多了。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土拨鼠的窝，里面呢是有2只小的土拨鼠。慢慢靠近来看一下啊，相当可爱吧？哇，钻进里面去了。这洞很深诶，相信里面呢还有大的土拨鼠。刚好这里有一块石头，坐下来休息一下。看一下旁边的这棵杉树，已经倒下了，但是生命力啊依然顽强，长得郁郁葱葱。这个滨沟河景区呢，就是在祁连山的山脚下。祁连山脉有多长呢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资料啊，有说800公里的，有说900公里，还有说1300公里的。后面呢，我看了一下地图啊，发现河西走廊有多长，它就有多长，也就是大概呢，从武威市到敦煌市的距离。走这一条徒步路线啊，可以1天经3季，10里不同天。刚刚坐观光车上来的时候呢，还是下雨，现在呢天晴了。昨天下午啊，这里下了一场冰雹，
所以说现在河水啊看起来是有一些浑浊。这10公里的徒步栈道啊，有前面9公里都是木板铺的栈道，而最后1公里呢，就是会比较陡。前面这9公里啊，基本上呢都是缓坡，走起来呢也不会感觉特别费劲。在这里也发现一棵非常漂亮的树，看起来啊就像盆景一样啊。这到底是杉树还是柏树呢？看起来又像是柏树。当年唐玄奘西行取经呢，走的也是河西走廊。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了，因为从长安呢直接往云南那个方向走直线距离，那不是近得多吗？那为什么要通过河西走廊去到各种斯坦国，然后再下去印度呢？其实啊，这跟佛教传入中原的路线有关。因为佛教呢就是沿着丝绸之路，也就是河西走廊西域这一块传播到中原的，所以说它是沿着佛教传入中原的路线去西行取经的。听一下，这后面一面山壁上啊都是羊，好想用无人机啊来去航拍一下，但是呢会有一个问题啊，无人机呢会吓到这些山羊，而且现在这些羊啊是走在陡峭的山壁上，如果说飞无人机的话呢，对羊来说啊可能会很危险。终于让我亲眼目睹了天柱县的特产白牦牛，其中白牦牛啊生长最集中的地方呢就是在滨沟河这一带了。也许呢是因为这边的天气呢是比较适宜白牦牛的生长。看一下这边，这可不是羊哦，而是小牛，还有一头大的牛在后面。您是来这边放牛？啊，我是放牛的。这个就是白牦牛对吧？哦。这的白牦牛。请问在除了天柱县以外，有没有白色的牦牛？也有。也有一点。比方说在哪里有啊？青海。青海也有。哦，但这里是最多的对吧？对。哦，您养了多少头牛啊？哎呀，这黄牛。哦，您养的是火牛。我感觉我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，但是一路上啊，却没有看到标示牌，就是写着还有多少公里的标示牌啊都没有。现在又下起了毛毛雨，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啊！你看这后面呢还是挺晴朗啊。刚刚有一位牧民呢告诉我，我走了大概只有2公里，前面呢还有8公里，而且现在这里海拔大概3200米，还有800米的海拔需要攀升。哇，这里有一个临时的庇护所，进来这里面避避雨。其实，在今天早上出发之前，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，今天的天气也许不是特别适合徒步。他建议我再住1天，等明天天晴了再来徒步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只要不是特别极端的天气，我都能克服。如同人生一样，不经历风雨，又怎么能见到彩虹？经历一些风雨，反而会令我更加坚强。我在滨沟河有群羊，可惜现在羊群呢跑到对面的山上去了。你看现在太阳又出来了，真的是一日金3季，10里不同天啊。在栈道的2旁啊出现了一群牛，这是什么品种呢？
棕色的毛发间隔着白色，这是奶牛还是火牛呢？不过这前方啊有一头，应该就是比较确定了。黑色的毛发间隔着白色，那这一头呢，毫无疑问就是奶牛。高原上的植物非常与众不同哎，看一下这个，很像是热带的龙骨，这枝干上呢也是有一些刺，但是它仅仅是像而已哦。为什么在河床里全都是石头呢？其实这些石头啊，原来呢都是在山顶上的。由于冬天呢这里冰雪覆盖，那么到了冰雪融化的时候呢，这些石头啊全部随着冰雪滑落下来了。看一下这里就非常明显了。现在的海拔已经来到了3530多，刚刚啊估计已经走了5公里，相当于是走了一半。这下方啊就是尘封已久的冰雪，一块一块的。不过站在这旁边呢，并不会感觉到冷。等一下上到海拔4000呢，估计就难说了。已经可以看到后面的雪山了，看起来近，但是望山跑死马。停下来喝口水。塔拉不让抓什么意思啊？这应该是藏语的音译啊。这里写着最强小脑。大家过来这边徒步啊，一定要做好时间规划，要在上午进来，因为这里上午11点钟啊，徒步的入口就不让进来了。然后到了下午5点钟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要开始往回走。刚刚雨下得很大，我又跑到那一顶帐篷那里避了一下雨。这里又出现了一块牌子，叫做福寿双全。看来在这里徒步啊，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方式。福寿双全，看看这里的景色，像不像川西？也像香格里拉，也像西藏。这里的海拔已经来到了3700米了，还剩下300米的海拔需要攀升。刚刚啊，已经走了差不多7公里，还剩下3公里左右。刚刚听到打雷了，雪山呢就是在眼前了，大概呢还有2公里。现在这里的海拔呢是3816，这里啊还有一个相框呢。吃一块面包，太饿了。这条徒步路线啊，长达10公里，但是沿途呢却没有一个地方卖水的、卖吃的。所以说，大家过来这里徒步啊，一定要带好2瓶水，带一些面包。剩下最后1公里，现在海拔3860米，剩下这一段了。这里在下雨。但是雪山上面呢，却有太阳哎！看一下我的手，已经冻红了。刚刚下雨啊，手淋到雨，特别冷。最后这150米高度，登上去就是天池了。太滑了，这对，太滑了。到了木栈道的尽头了，剩下这一段呢就要爬山。据说昨天从这里下来的人呢，有一半的人屁股都是一身泥啊。看来上去的时候需要稍微小心一点。不过我穿这种带钉子的鞋啊，感觉还好，不怎么滑。现在下面呢已经起雾了，赶紧上去航拍，不然等一下上到上面呢什么都看不到了。终于来到了祁连山秘境深处的柴尔龙湖，藏语里啊是称作达胡拉措，意思啊就是天池。这座柴尔龙湖啊，也是祁连山脉当中海拔最高的天然湖泊，海拔4000米。后面的这座雪山呢，是叫做阿尼岗嘎尔雪山，是当地藏族同胞的圣山。那么下面这个湖呢，就是他们的圣湖了。柴尔龙海是滨沟河流域诸多景观中最为神秘梦幻的地方。每年夏秋，在柴尔龙海上空，有缘者可见佛光普照，令人不禁窥叹梵间秘境。
柴尔龙海市滨沟河的眼睛晶莹剔透，饱含深情，于群峰环抱之中，静谧地镶嵌在阿尼冈嘎尔雪山之下，洞悉着祁连山的四季更替。在蓝天晴空的映照下，山峰簇拥着湖水，深邃幽蓝，清澈碧透，蔚为壮观。而夜色降临时，柴海揽月的景观，在群峰之巅更是尽显绝美风光。而正在此时，绵绵细雨倾洒湖中，云雾升腾，变幻莫测，湖光山色相互辉映，波光鸾影，宛若仙境。雾气来到山顶了，现在简直就像是置身于仙境当中。现在开始往回走了，全程10公里。